看这棵桃树，结的桃实在太多了，树都给中间弄劈了。哇，这桃真多哈！今天我们到附近的采摘园来摘桃了。这次要摘的桃主要有2种，一种是黄桃，叫 Red Heaven， 还有一种是白桃，叫 White Lady。咱们往远处看看，找找大的吧，这儿太小了。熟了吗？对啊。哦，你这不错，我觉得不错。对，你可以摘一个。对。对啊，对。这是第一个。曼曼，你这还是不行，妈妈那种的最好。我们还要继续寻找。今天是丽丽主要带着小朋友们过来摘一下桃，我其实是来这儿看看树形，看看这种采摘园他们把桃树都培养成什么样子了。看这桃树还真是粗啊，它从下到上也就是30-40厘米就开始分叉。这一棵这个地方是分了4个叉，4主干的这种自然开心型。这边还有一棵，居然是分了5条主干。其实从根部这儿看，应该是3主干的，只是它这条侧干又多了2条。我再多看看其他的树形，它这留分支的地方通常都是比较矮的。看看这一个，也就是20厘米的地方就开始分支了。感觉它留的这种自然开心型是有点不拘一格呀，上边什么样的情况都有。看看这一个分支。它在这儿是留了一个分叉，然后继续生长。这分叉的角度是非常的低，几乎就是平的。但下边的分叉这个地方大概有个45到50度角吧。我来看一棵这边桃子还不太成熟的树，看看这一个也是不拘一格的风格。这应该还是基本上是4主干的自然开心型，然后每一条主干都是分了2个，当然也有的就是1条上了，像这一个。它这儿原本是有2条的，这条应该是过密给疏除掉了，所以基本上是按照树势的生长情况来进行修剪，不是特别严格规定必须是某种形式的。这种桃树的高度我觉得挺合适的，伸手刚好能够到。我之所以来看采摘园，看他们修剪的树形，主要也是这个目的，就是想易于管理，便于采摘。这采摘园的桃子是真是浪费啊！看看掉了一地，不过掉在地上呢，通常都是不太好的了。这种 White Lady， 还有刚才我看旁边的 Red Heaven， 都是太能结了，结的真多呀。它这桃树应该也是有年头了，看看这一串一串的桃子，这么多。这边也是好多好多呀。这桃子我感觉他们应该不会有人为疏果的，应该就是自然长这么多的。因为桃树实在太多了，这边人工这么贵。我看你那个，哦，这个个头挺大，但是有点不够红，再红一点就好了啊。这桃子的个头也就一般，应该是这种中型的品种，不是特别的大，也不是特别小。看看它主干的粗度，跟我的拳头对比一下，这应该是很多很多年的桃树了。你看它这个桃园，放眼望去都看不到尽头。因为它是开放采摘的嘛，所以这树上的桃子应该都是被摘过的了。看看还有这么多，这一串一串的，看显然是没有经过疏果的。它也无所谓吧，有大果有小果，反正来得早的人就把大的果摘走，来得晚的人就摘小果了。这边不熟的果子，这个倒是个头挺大的。它这边进园是有3种选择，一种是袋子，一种是这种29块钱小盒子，还有一种49块钱的大盒子。我们选了一个中间29的，它的袋子更小一点，是19块钱的，基本上就是装满1袋或者是装满1盒子，它是不计重量的，你能装多少就算多少。刚才我看一个人过去，他摘的桃子比我们看到的或者比我们摘的要大不少，不知道他是怎么挑的，好好挑才能挑到大的。还是来继续看桃树的树形。哎呀，这棵的桃真是太多了！看这主干的粗度，有2个拳头那么粗了。然后高度我拿胳膊肘比了一下，到第1个分支的时候是30厘米，第2个分支这儿应该是45到50厘米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这种采摘园基本上30到60厘米，这种是比较普遍的开始分支的高度。这个是不是算是比较典型的3主干的自然开心型啊？看看1、2、3。是3头6臂嘛？看左边这个，这儿有2个，中间这一个也是1、2、2个，然后这一个是比较长，这儿也是有1、2、2个。我估计它这一个分支有可能今年冬剪或者明年春天的时候有可能会疏除掉。然后它6臂其中的一条臂，看看也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比较粗的分支，上面继续结桃子的。这种开心型展开的还是挺大的。
整体上来看，它每一个分支上升都是有一定角度，弯弯曲曲的，大多数以比较平、角度比较低的这种干为主。这一棵树比较明显，这一棵树是有4个分支，这一个就特别的平，然后那边那个角度稍微的大一点点。再看这一棵，这应该也是40多厘米的高度开始分支，这一条主干这边，然后这边1、2、3，真的是挺随意的，在3、4主干分支、3头6臂这种基础上，用特别随意的剪枝的方式。这种剪枝方式基本上都是以自然开心型作为基础，有3主干，有4主干，也有多主干的。分出来的干上有可能是自己独立延伸出去，也有可能是有2条干继续延伸。确实是不拘一格呀！你要是不看它这种实际剪出来的效果，光看网上或者是教科书，你是很难想象和理解的。真的是看了好多理论，不如真的看看别人的实践是什么样子的。这看一遍之后，心里就有谱多了。我开始还觉得我自己的那棵桃树第一个分支出来的位置太矮了，但是看了它的之后，我就也放心了。其实高度和它的是差不多的，只是我的桃树还是太小了，将来长大了之后应该就好了。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你不觉得这个比咱们家的那个湖景水蜜桃要差多了吗？口感差太多了。嗯，咱们家那就是生的都比这个强，所以还是要买那个名品桃，不要买这些了。可以问问，如果别人还有反映别的品种特别好的，你可以再买一个别的品种的。不是说那个白凤也好吗？不过买它的那个就是要2年才能吃上现在咱们这么多的果。不过我去年春天种的那个湖景，你看现在上面也有将近不到10个桃是吧？应该也有几个，就是第2年还是能产几个的，第3年一下产量就上来了。我看了它这个桃树的这个最后形状之后，现在感觉修剪又有信心多了。最近看了不少的树形了，还是挺喜欢采摘园的这种风格的，摘起来真是太方便了。我们稍微尝了一下这个桃，说实话，跟家里边湖景水蜜桃比起来，实在是差太远了。这个 White Lady 味道不行啊，留点位置，剩下摘那个黄桃吧，看黄桃怎么样。这白桃 White Lady 也就是一般的水平，它也有可能今年雨水比较大比较多。再看这棵树，真的是它的桃子的高度基本上就是举手就能够到的这种高度，上边是这些冒长的条，它修剪的时候应该会给剪下来的。这种树形和高度不光是摘桃方便，像是打药啊、剪枝啊什么的也都是特别的容易。看这最高的一个桃子，基本上我也能够到，欠着脚尖就够到了。我现在想，有可能他们种这些品种不一定光是追求口味，像这种采摘的话，它口味当然要好了，但还有一点是它的产量一定要大呀，因为像这种采摘这么浪费，会掉这么多桃，它产量要是不大点的话，那就没有多少利润了。走吧，咱们去摘黄桃了。这又是一棵比较典型的3头6臂型的自然开心型。这一棵桃树现在目测它分支的高度应该是在50到60厘米之间，这个高度我还是感觉更适合家里边一点儿，让树稍微长得高一点，割草什么的也相对方便一些。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再稍微的修改一下，调整一下。家里边的话，我可以用梯子，所以稍微高一点也无所谓，只要我拿梯子搬过来是能够到的，就还可以。采摘园的话，他们就不可能让顾客用梯子，所以桃一定要在人能够到的高度。看看放眼望去，那边那一片全都是黄桃，它这采摘园的规模可真是大呀。看看这黄桃，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刚才摘的那个可能是太小了，这个要大多了。这个黄桃，这个看起来还要好很多。这儿有一个特别烂的，你看看，在树上都已经长化了。这 Red Heaven 的黄桃真是甜呀，比刚才的白桃甜多了。确实得摘大的、熟透的，它这个小一点的或者是没那么熟的就有点酸。但是这种熟透的回家就得吃，不然就烂了。我决定明年也种一棵 Red Heaven 这种黄桃了，这味道不错，产量也好，个头也挺大的。哇，这有一个特别软的，哎呀，这摘下来就烂了呀。哦，妹妹，这个很棒，你长得真棒。摘吗？来，小心点啊。好，妹妹这个不是特别软，有一个有点破，但是拿快过去吧，没事的。妹妹把小车推过来啊。看看这桃树，远远望去红彤彤的一片，真是漂亮啊！什么时候我家里的桃树也能长成这样就好了。
哇哦，真大！哇哦，比我们人多很大的。看哥哥摆去了，模样是豆豆那个很大。回去我要去买一棵 Red Heaven 的桃树，明年种了。行了，我们够了，不摘了。这2年种树，越来越喜欢种裸根的树了。我觉得裸根的树，春天种上去之后，后边生长得特别的旺盛。虽然当时种的时候可能会有担心是不是有成活的问题，但我种了2年之后，觉得没有必要太过担心，成活率还是挺高的。我感觉苗圃那种种在盆里边呢，你买回去之后，它其实在盆里边根系已经基本上长满了。虽然你可以把它打散或者是修剪掉一部分，但还是生长空间有限，它缓根儿或者重新发根的能力要弱一些。相比之下，那些裸根呢，它发出来之后就是新根儿，外边都是它的生长空间，所以一旦扎根儿就能迅速的在周围扩散开了，生长能力会越来越旺。对，你看这样轻松多了。行，好了，走了，满满的收获。